而家我哋已經加入咗咧，我哋要透過沉浸式嘅學習，讓佢哋與內地嘅學者啦、官員啦同埋民眾去交流，親身見證一啲官員咧，內地嘅官員咧全程投入為人民謀福利，體現士大夫嘅精神。自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后，香港出现大规模移民潮，连续3年人口下降。从2020年7月至2023年6月，这短短3年间，据统计，633万香港居民经机场离开，580万人返回，净离港人数达到53万。选择离开香港的大多是高端人才，而高端人才的流失会让香港的经济失去活力，造成恶性循环。为了弥补人口缺口，香港政府降低人才引进的标准，启动人才引进计划“高才通”计划，吸引很多内地高净值人群来香港发展。为了加强领会北京政府的政策指示，香港政府不但更新了公务员守则，还在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加入沉浸式学习，让公务员与内地学者、官员和民众交流，亲身见证内地官员全情投入为人民谋福利，体现士大夫精神，认识国家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现状不可描述，未来无法预测，一切皆有可能。香港政府今年通过了争议极大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23条草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公众一直抵抗这项立法。批评人士表示，它的通过将给中国承诺的半自治带来持久的伤害。作为对这个法案的回应，跨国公司纷纷撤离香港，加剧了香港的空心化，无法提供有效的工作岗位。香港一向是提供高端金融服务业的自由港，国安法的通过让律师、外交官、记者和学者在内的广泛群体产生寒蝉效应。香港也不再被国际社会视为民主自由的城市。最近 OpenAI 宣布禁止来自中国的开发者接入开源模型进行2次开发，香港也被列入其中。往后的行驶会更加困难。已经深入融入大湾区规划的香港，为了更加熟悉内地公务员系统的博大精深的官场文化，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说，香港公务员在推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担当重要角色。行政长官在2023年施政报告中提出启动与大湾区内地城市公务员的交流计划，就是让香港公务员有机会深度体验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发展和驻地政府的工作，日后能积极配合大湾区发展策略。中国内地的官僚系统的贪腐程度举世闻名，当然还有很深厚的官场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法家、兵家、儒教等思想流派，到了清末民初，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本来不足为外人道的术数，这些只隐藏于历史及由官场中暗地师承的学问，被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做了系统的解读。他发现，一部24史，一言以蔽之，厚脸皮，黑心肠而已。他对厚黑学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喜怒哀乐皆不发谓之厚，发而无顾忌，谓之黑。厚也者，天下之本也；黑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至厚黑，天下未焉，鬼神惧焉。昏君奸臣，无疑不厚不黑；即使明君贤臣，也未必又薄又白。可见，在中国，不是彻底的厚颜黑心，便不能成为大奸大雄。现在香港的公务员竟然来内地交流，实在令人唏嘘。什么他妈的叫惊喜？什么？为了提振香港经济，港府3月全面取消所有买房的限制条款，大幅降低香港置业成本。民众的购房狂潮瞬间被点燃，不仅是一手房，二手房成交量也是一路高歌，让人直呼香港楼市的阳春到了。然而，久违的热潮还没有持续多久，市场回归理性，成交量也开始出现了回落。这点从楼市数据可以最直观地展现。3月是撤辣后的首月，一二手成交都来到巅峰期，仅一手房4176宗交易，直接创下11年的新高。然而，很快市场逐渐冷却，到了5月份，一手成交仅1411宗，直降66个百分点。一手房如此，二手房也同样如此。据香港查估署最新公布数据显示，4月香港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08.7点，环比按月再升0.29%，连升2个月，累升2.08%，但按年仍录得13%跌幅。
而且仍未收复年初下跌幅度。今年首4个月楼价下跌0.84%。花旗近日发表的报告中也指出，仍看淡香港地产行业，由于地产商急于以合理的价格推盘，但需求仍取决于目前焦灼的利率，因此维持全年香港楼价下降10%的预测。接着奏乐，接着舞。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则表示，撤辣后的楼市小阳春迅速打回原形，现在不能再用辣招做借口，大家都看到真面目。他认为撤辣对楼价的影响只介乎正负5%，更重要的因素是全球战争风险、利率以及香港和中国经济。股市通常都走先于楼市，现在香港股市血流成河，恒指跌穿2万点，香港人财富缩水，自然不会消费，更不会买楼。经济差加上移民潮，金融业裁员，零售餐饮业结业潮，航空业无法恢复疫情前，连学校都要杀校。现在除了公务员之外，我想不到有什么行业的人很稳阵，那谁会买楼？他补充指，房地产作为长远投资，买家要还25、30年房贷，届时已超过2047年，50年不变大限，这很敏感，前景看不透，没有人知道25年后怎么样。善良的人